欢迎大家收听每晚一个恐怖故事。今晚已经是第11晚了。昨天我们说到，我已经跟着朋友在回他家乡的路上了，而今天我们终于到达了朋友的老家。在城市待久了，一下来到空气清新、地广人稀的农村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。朋友暂时充当了导游，他们的村子三面环山，正好一个出口。据说村子里各家各户房子的布局都是很早以前一个高人设计的。在环绕村子的山后面是一条河流，河的出口也正是村子的出口，所以这里人习惯用水路与外面的世界联系。由于被山环绕，这里的气候一直保持湿润，每年的丰收让这里的人过得很幸福和丰裕。我们两个来到村口，看见一块高达4米的石碑，碑的年代应该很久了，而且残缺得很厉害。朋友说，这个石碑在建立村子的时候就有了。是你呀，小四。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看见我和季言，兴奋地迎了上来。他和季言长得有几分相像，宽额高鼻，嘴唇很薄，不过他的脸要稍长一点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，下身黑色西裤，站在前面。二叔，原来是他叔叔。小四啊，要不是你奶奶叫你回来相亲，看来你都不记得二叔了啊。这位是二叔，终于看见我了，他是我朋友，也想来这里看看，城市待久了，想呼吸点新鲜空气。他热情地向二叔介绍我，我叫季学，既然是小四的朋友，也就是我们家的客人，先随我进村吧。说着，他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跟在后面。我一边走一边看，发现这里的路弯弯绕绕，甚是难走。这里的路，外人进来是很容易走丢的。所有的建筑都保持着几百年前的布局，没有村里人带路。一旦走进拓碑，就算指南针也会失灵。虽然我只能看到这位二叔的背影，但他的话让我很差。他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但这并不表示村里人把自己完全与外面隔离了。很多年轻人都闯出去了，包括我哥，当然还有小四。季学说到朋友的父亲有点慢，可能还是有一丝感触。这个村子以我们季姓人居多，但并不叫季家村，一辈一辈的老祖宗们都叫这里是范村。樊村很烦恼吗？我傻傻地问。不是烦躁的烦，是佛教梵语的梵，意思是清净之地。季言赶紧解释，后来季学没再说话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错话。总之走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们才来到季言的家。他的家建在一个高坡上，上去要经过一个12层的台阶。台阶上去后，在正门前面是一个直径3米多的圆形场地，是太极的八卦图案。正门并不宽，高2丈，恰恰容纳3人进出。所有的东西都是木质的，看得出有些年头了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他们家居然有2个门槛，虽然不高，但我没留意，差点摔跤。进去后是个非常大的长方形客厅，就像普通的电视剧一样。正前方是茶几，两边各有张太师椅，茶几上方挂着一张画，似乎是观音送子图，大概是为了保佑家族人丁兴旺。两边则各有4张椅子，所有家具都是墨绿色的，光滑如此。地面是石块铺成，每个石块都是大概20厘米长的正方形，很干净，一点灰也看不到。坐吧，我去叫妈出来，她听说你今天回来，早早就起来了，现在正在里屋念佛呢。季学招呼我们坐下，并叫人递了茶，就走进里面了。我坐在椅子上品着茶，感觉时空仿佛倒回去了几十年前一样。没过多久，一位老人在季学的搀扶下脚步蹒跚地走了出来。老人穿着丝质的红色外套，上面绣了很多寿字，左手拿着一串佛珠，右手杵着只龙头拐杖。虽说年纪很大，但脸庞清秀，五官分明，并没有一般老人的臃肿颓废之感，相反却显得十分健康。小四啊，老人一来就看着季言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朋友慌忙站起来上去迎他。祖孙2人见面，自然有很多话要谈。我是外人，不便在场。刚起身，季学马上走了过来，我带你出去转转吧。好，果然是聪明人。这次出去我没再被绊倒了。从季家老宅出去，我跟着季学走了很多地方，包括村后大量的农田。说实话，亲眼见的确很漂亮。现在正是夏忙，大家都很卖力的工作。村里还看见了其他年代悠久的东西，像古庙啊、古墓之类的，村里人都自觉的爱护，而且他们很友好。不过我发现所有的房子中，唯有季家的房子是坐在高处，果然十分醒目显眼。村里也有电器，但不多。按照季学的说法是，大家不喜欢被这些东西约束过多。我感叹道，在现在这样的社会，有这样一块类似桃园的福地真好。
我突然想到他们村子的禁忌，也就是那个后山。听说后山一般人都很少进去是吗？我忽然问道。季学愣了下，马上反问我是谁告诉我的。我说是季言。季学笑了笑，那都是陈年旧事了，不过是因为后山有野兽出没，一般我们都不让孩子们单独上去，其实那里只是普通的山罢了。既然他这样说，我也不便多问。季学看了看太阳，对我说时间不早，应该回去吃饭了。说到吃饭，我肚子马上叫了起来，毕竟火车上的食物实在难以下咽啊。回到季家，祖孙二人还在聊呢，不过似乎是奶奶正在劝朋友答应去见见那位他看好的姑娘。小四啊，你知道奶奶活一天算一天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看得见，听得着你娶妻生子，我也就瞑目了呀。说了，老人居然两眼垂泪，一旁的季言哭笑不得，只好安慰老人，奶奶我又不是生育机器，何况我连女孩的面都没见到，怎好说婚到嫁，你也别为难我呀。那你的意思是答应见他了？太好了，吃过午饭我就叫你二叔把他带来，你们可以在家里见上一面，但凡成与不成你都要见他一面。奶奶马上变了脸，一下又笑逐颜开了。季言无奈，只好点了点头，答应了。他望了望我，我在一旁偷笑，庆幸自己没有这样的牵累。午饭很华丽，的确是全都是原生态食品，上好的土鸡和新鲜的蔬菜，还有刚钓上来自己池塘养的鱼。不过由于是客人，我多少克制了点，只吃了4碗。不过季言可没心情吃饭，看着我狼吞虎咽，他却在拿筷子插碗。不过我很奇怪，偌大的房子居然只有我们4个吃饭，吃完饭二叔季学就出去了。我看见季言不安地在屋子里打转就好笑，心想你不是经历过那么多离奇的事吗？没想到在相亲面前手足无措，看来他和我说他从没谈过恋爱是真的了。倒是他的奶奶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。这个时候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我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这个女孩不是别人，居然是我报社的同事岳洛磊。不过她不是很熟悉我，报社上100号人，她怎么会认识我这样的无名小卒？不过她可是报社的著名人物，社里建立起来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辑，最漂亮的女编辑，而且据说家境显赫。只是没想到所谓的相亲对象居然是她。她今天穿的却很一般，普通的黄色棉质无袖上衣和牛仔裤，头发也是随意的扎在脑后。我看了看季言，他倒是有点惊讶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城市女孩。那边洛磊看见他也很惊讶，不过还是坐在椅子上看着季言奶奶。大家好一阵子沉默，最后季言奶奶说，我们先回避下吧，省得你们年轻人害臊。说着二叔季学把他搀进去了，我自然不能闲着，只好借故说了出去看看。临走前我看了眼洛磊，没想到他也在看我，我有点心慌，差点在过门口时摔倒。这次没有季学的带路，我不敢乱走，就是沿着季家老宅看了起来。没想到在房子后面我居然看到一个石佛，单是一个石佛也罢了，只是它的雕刻技术让我奇怪。我虽然知道这一带在历史上属于北魏一带，北魏的佛像雕刻是非常有名的，它以色彩明丽，人物脸部表情丰富而著名。这个石佛应该雕的是释迦牟尼，虽然有些毁坏，但与北魏时代的雕刻特点相差甚远，感觉这种雕刻风格很古老。在石像下面还有字，不过我看不明白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文字。这个石佛有2人多高，看来雕完它也得花些日子。我无聊地回到季家，季言看我回来如遇救星，欧阳你来的正好，岳小姐说她和你一个报社呢，说着指了指岳洛磊，你好，我记得你是李总手下的吧？他常和我说起你，前些日子比较辛苦，所以他放了你1个月假期呢。他的声音像扔在开水里的蜂蜜，甜的化不开。我受宠若惊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原来你们是朋友呢？其实我也是被家里人逼来的，不过就当交个朋友好了。洛磊大方地说道。于是我们3个人意外地成了朋友。季言的奶奶还以为季言和岳洛磊发展不错，很高兴，但很不喜欢我在旁边晃悠。接下来的几天3人都很愉快，如果洛磊不出事的话。那天我们3人在村里散步，不过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没一个认识路的。原来洛磊也是第一次来，我有点累了。洛磊坐在地上揉着腿，我和季言也有点累，也不知道3人走到哪里了。总之人很少，眼看着太阳也渐渐西斜了。你们看那是什么呀？好像是娶亲的队伍啊。洛磊指着远处，我和季言望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不会吧？哪里有？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娶亲的队伍？
这个月份结婚的人很少的。季言望了望说，但骆磊坚持自己看到了，虽然距离很远，但那鲜红的队伍绝对没看错。我和季言对望了下，我笑道，你该不是想嫁人了吧？骆磊一听脸就红了，没想到平时感觉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会脸红呢。喂，后面传来季学的声音，终于能回去了，你们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季学一过来就严厉地说，随即转头看了看，似乎在找什么。季叔，我刚才说看见娶亲的队伍，他们俩硬是不相信我呀。骆磊对着季言喊道。季学笑了笑，你看错了，说着带我们回到季家。骆磊家里说让骆磊在这里多待几天，反正乡里乡亲的无所谓。我心想太好了，能和他一起欣赏夜景看星星了。吃过晚饭，骆磊说眼睛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去房间休息了。我不放心，就去他房间看看。骆磊在吗？我轻敲了下门，没人答话。我想难道睡着了吗？刚想回去找季言，忽然听见里面似乎有声音。季宅的每个房间都有窗户，不是那种玻璃铝合金推窗，而是单撑的一面窗。我听见窗户好像被砸破了，一扭把手，门没锁，打开门，里面很暗，但借着月光，我看见骆磊不在房间，窗户也关上了。我把窗户撑开，却看见骆磊一个人走在外面，从窗户爬出去的吗？我刚想大声叫他，忽然嘴巴被人捂住了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季言。他做了个安静的动作，小声说，别喊，现在喊醒他会吓坏他的。看样子他有点不对劲，我们跟着他，看他去哪，没有石头，也没有什么遮掩物。季言看了看，忽然说，这不是我们白天刚刚来过的地方吗？他还说看见了娶亲的队伍，要不要叫他呀？都走这么远了，难道由着他走下去？我有点担心，看看时间已经马上凌晨了，总不能让他走到明天早上啊。骆磊停住了，这让我们感到奇怪，不过我们不敢过于靠近，依旧保持着距离，小心地看着。他举起双手，口里不知道在念叨什么，慢慢地向我们转过来。我和季言也不知道该躲哪里，干脆趴在地上了，转过来了。我清楚地看见骆磊的左眼居然闪着红光，在这种空旷的地方，看着闪着红光的眼睛，让我有点寒意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像是梦游吧？我回头问季言，他咬着下嘴唇也摇头，虽然不知道，但感觉他中邪了。季言站起来，既然不是梦游，我们还是去把他带回去吧。说着走了过去，我当然也跟上。当我们走到离骆磊还有几米远的时候，骆磊忽然晕倒了，我们急跑几步，他又像没事一样猛地坐起来，吓我们一跳。我怎么在这里？他诧异地看看四周，又看看我们。我和季言对视一下，决定编个谎言骗他，你睡着了，所以我和欧阳想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白天不是说在这里看到娶亲队伍吗？所以我们悄悄把你背到这里，再来看看啊，要没有就大家一起看星星吧。我很佩服他的胡扯能力。真的吗？骆磊又问我，我只好鸡啄米般点头。那一夜我们相拥在一起看星星。别问我为什么不回去，因为我和季言都是路盲。第二天他又恢复了常态，昨晚的事令我和季言都很费解，莫非真是梦游？但那诡异的红光又是什么？白天大家依然到处玩耍，骆磊说他也好不容易有假期，想借着机会放松下，做报纸这行压力太大。我有时会偷偷看他的眼睛，但没看到什么。似乎这里的夜晚来得异常的快，像昨天一样。骆磊又说眼睛痛，没吃多少回房了。我和季言也放下碗，一人守着门口，一人守着窗户。今天不能再让他出去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10点多了。很奇怪，今天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。我不知道季言那边怎样了，反正我是靠着门口，居然慢慢睡着了。在恍惚间，我好像听见了音乐声，还是农村里最流行的婚嫁音乐。我猛地一激灵，醒了过来。这时我背后的木门发出了一声嘎吱的开门声，背后如冰一般寒冷。回头一看，骆磊居然穿着一身血红的嫁衣，上身是民国初年那种丝绸小袄，下身穿着翻边裙角的红色裙子，脚上则是瞳孔泛着血红色，什么独眼新娘啊？我不解地问，你是外地人，当然不知道这个传说。民国的时候，村子有个很漂亮的姑娘，结果当时战乱横行，连我们这样偏远的山村也无法幸免。她被一个来这里征粮的军官看上了，说是军官，其实就和土匪无异。她当然不愿意嫁，但军官却以全村人的性命作为威胁，所以村里的人都来劝她嫁给那个军官，有的甚至辱骂她不知好歹，要拖着大家一起死。最后她流泪答应嫁给军官，
并且让军官发誓，只要自己嫁给他，就不许再伤害村子。军官自然答应了。那天夜晚，军官在村口等着花轿，好长的送亲队伍嘛。等到了村口，那军官去撩开喜轿的帘门，结果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当时在场的有很多村里的人，有几个大着胆子走过去一看，那姑娘居然用剪刀自尽了。自尽也就罢了，但她居然在临死前把自己的左眼用手挖了出来，握在手上。当地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非常毒的诅咒，因为他们认为人的脸如同一个太极图，两个眼睛分别是图上的两个黑白点，左眼观阴，右眼观阳，达到一个平衡。但他临死前挖出左眼，代表着他左眼看到的人都得死。季学看着左眼冒着红光的落泪徐徐道来。后来村子出现了大屠杀，接二连三有人死去。先是那个军官被部下发现死在房间里，左眼没有了。后来是那些威逼过他的村民都没有了左眼。而且有人说，在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们都看到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女孩出现，也有个自称看到过女孩的脸，只有一个眼睛。事情越闹越大，结果是我们季家老太爷，也就是我的爷爷出面，以牺牲自己右眼的代价把它封在了自己的眼睛里。所以村里幸存的人都非常尊重我们季家，并为我们建了这栋房子。但祖爷爷也抑制不住他的怨气，没过多久就病逝了。他临死前说，独眼新娘会在70年之后再度出来，但不会再滥杀，而是找到一个和他长相年龄相仿的女孩，坐上他的花轿，替他走完他的孽路。我听完大惊，落泪还没有醒过来。难道他真的要成为独眼新娘的替身吗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难道眼看着他就这样莫名的死去？不知道，他带着极不信任别人的怨气死去，很难对付。双门剑只不过暂时延缓他的脚步。你看到他张开的左眼了吧？那只眼睛会慢慢从瞳孔开始变红，一旦整个眼睛都变成红色就没救了。季言走过来，指着那发着红光的眼睛，果然红色的部分比刚才略大了一些。快救救他呀！我抓着季言的肩膀大声吼道。季言吃惊地望着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放心，我和叔叔会把他搬到古庙那里，希望可以暂时控制一下，有时间我们才能有办法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古庙在村子中心，也不知道多少年历史了，反正在村民的保护下还保存得很好。我们把落泪放在佛像底下，并用金色的佛珠围起全身，我们3个则围坐在他旁边。季学告诉我们，祖爷爷说过，要彻底制服他，必须平息他的怨气。至于如何平息，他还未来得及细细交代就去世了，只说过一句，从哪里来就应该从哪里回去。我们还没好好琢磨这句话。落泪的眼睛却越来越红了，几乎已经看不到眼白的部分。古庙和佛珠根本丝毫没有作用，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望着他惨白的面孔和那散发着血红色光，始终无法闭上的左眼，难道非要我把眼镜替你换一下？我忍不住脱口出一句，旁边的季言猛地一惊，对了，是不是找到他当年挖出的眼球就可以平息他的怨气了？季言的话很有道理，但等于没说。村子不大，但要在这里找一个眼球还是几十年前的，谈何容易。不，他的左眼应该就在祖爷爷的右眼里。季言坚定地说，那当年季老太爷为什么自己不把左眼还给他？我问，可能当时他怨气太强吧。季言回答道，小四的说法很有道理，但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要挖开爷爷的坟墓，别说奶奶不答应，你自己也难免背上不孝的罪名。季学警告季言，没什么，奶奶那边我去说服她，你们现在就准备开坟，事关人命，祖爷爷会理解我们的。说着，他走出古庙前对我说，放心，落泪会没事的，我绝不会看着我的好朋友再在我面前死去，绝不。我知道他的话指什么，我相信季言会成功的。我和季学叫人看着落泪，然后带了些人前往季家祖坟准备开棺。季老太爷的坟墓很气派，而且非常干净整洁，我们上过香，跪拜后心中默念，恳求老太爷原谅。坟是用大理石建成的，打开很不容易，而且还要小心，千万可别损坏了。这时候季言来了，奶奶那边我说服了，我说未来孙媳妇危在旦夕，她要出事我也不活了。季言果然有做主持的本领。终于我们挖到木质棺材了，又是一次跪地祷告后，我们打开棺材，季老太爷的尸体已经完全腐烂了，但她的右眼果然如同红宝石一样，依然在闪烁红光。
我们把它小心地拿起来，用红布包好。就在大家准备把老太爷的墓复原，那几个负责看着骆磊的人跑了过来，我心一沉，知道出事了。果然，他们说骆磊刚才突然站了起来，向门外冲去，力气很大，拦都拦不住。他们没办法，只好赶来告诉我们，时间不多。我们几个拿着眼球赶快去找骆磊，但他会去哪里呢？应该是骆磊上次说看见娶亲队伍的地方吧。季言猜测道。没办法，我们也只有去那里。还好他的猜测很准确，骆磊身上又穿上了那身红色嫁衣。如果上次在晚上看见他穿只令我觉得恐怖的话，那这大白天看着他穿，我只觉得是一种非常诱惑和凄惨的美丽。他就那样站在那里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天空。我把眼球拿到手上，慢慢接近他。季言也想过去，被季学拦住了。从哪里来你就应该从哪里回去，我不想看见这个女孩成为你的替身。如果你非要她穿嫁衣，我也希望是以后她和她喜欢的人走在一起再穿。我小心地说，你是谁？你爱这个女孩吗？她带着冷笑回答，声音已经变了，很空灵。不能说爱吧，我们认识不深，但我不能看着她死，也不想看着你再错下去。错，你能体会到众人背叛你，把你往死里逼的感觉吗？你体会不到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比我恨这人是千百倍。他悠悠地望着我，左眼依旧通红。所以我把本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，如果你觉得不够。我停了一下，深呼口气，坚定地说，我可以把我的左眼给你。他吃惊地望着我，随即嘲笑地说，那好，给我吧。说着伸出右手，我也呆住了。说出去容易做很难，我的手始终停顿在左眼边。哇呀，我没多少耐心。时候一到，接这个女孩的花轿就要来了，你看看那边好像已经来了哦。她无时无刻不在嘲笑着我，我似乎也听到了迎亲的音乐了。果然，一队全体穿着鲜红衣服的队伍抬着轿子正朝这边走过来，如同一条红色的舌头在这空阔的地面上延伸。没时间了，如果少一只眼睛能救他，值得。我横下心挖向自己的左眼，就在我的指头触到眼球的一刹那，起了一阵大风，几乎把我们都吹倒了。季言和季学也赶过来扶住我。大风过后什么都没了，骆磊倒在地上，身上褪去了那件血色嫁衣。天空中响起了那个声音，幽怨地说了一句，我以后还会盯着你的，看你是否在说谎。接着一切都结束了，纠缠村子几十年的独眼新娘终于离去了。我不敢保证她是否真的离去了，还是她的那只泛着红光的左眼正在某个角落看着我，或者看着你们。好了，各位听友，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第12晚的故事吧。